大家好，今天视频来聊一聊比特币现货 ETF 在全球股市的摇篮阿姆斯特丹上市，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意味着什么？包括比特币目前的价格是否稳住了？三根缩小的 K 线，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参考的知识点？以及这张引人入胜的图表来揭示下次买点的重要线索。国语讲得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同时提醒新粉丝，我们 Discord 社区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简报。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新闻：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还没批，欧洲首次比特币现货 ETF 现在是在阿姆斯特丹上市。我个人是觉得这里面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大，它就类似先有母亲才会有孩子的一个因果关系。大家要知道，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1609年是诞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约是比英国早了100年。当时上市的第一个股票就是非常出名的那个东印度公司。不过在没有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之前，早就有股份制公司是在英国存在啊，只是有一些国家他们的一些体系是有一点不同啊。英国那边主要的股份制公司，它是有一些财团在掌控。但是荷兰人他是比较向往金融自由啊，虽然有时候金融的世界往往是不自由了，都是有少数的一些大鳄或者是大鱼在鱼肉我们一些散户。所以阿姆斯特丹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诞生以后，就给公众开放了一个自由交易的口径。那这一个跟我们比特币有什么关系啊？大家要知道，纽约以前就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如果没有荷兰，就没有现在的纽约。没有荷兰人就没有现在的华尔街。所以你觉得比特币现货 ETF 在阿姆斯特丹上市的意义大不大？等于是妈妈在呼应孩子，你要开放给公众金融或者是货币自由交易的权利，而不是某一些国家或者是美国政府一直不让比特币现货的 ETF 上市，不让公众自由买卖这一个比特币的权利。当然我的观点是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根本连比特币要怎么买或者是科技的一些东西他根本都不懂，所以有这个 ETF 也是一个利跟弊都存在的一个关系。很多人是担心如果是现货的 ETF 进来，很多金融的巨鳄他有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就会兴风作浪，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其实也是给很多一些平民百姓开放了一个比特币现货买入的口径啊。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技术形态啊，可以观察一下，就这3根的 K 线，以前也是有跟朋友们聊过一个观点，如果你看波段，它是在一个下跌接近末端的位置爆出大长 K 的 K 线，像这种低点的位置你是不能再去做或者是做空的动作。而且这个位置昨天的视频有聊到 25K 它是第2次压回这个颈线的位置，我估计这个位置支撑是非常的强。那这3根的 K 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 K 线的实体是越收越小，越收越小，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稳住了？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已经是开始稳住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反向的一些案例也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 20K 当时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一波涨到接近 30K 几个高点的位置，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也是波段里面非常大的一根 K 线。后面它在这些高点的位置就是上涨的 K 线不断在缩小，有可能就是这个位置也是遇到一个压力，它会有短线的转折，甚至再去挑战这一个 30K 高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也是一根大长 K， 后面是连续几根上涨的 K 线， K 线的实体都是不断的在缩小，有可能就是说明像这种波段上涨到高点的位置就是不能追啊。但是它短线会马上这样子大跌吗？也不一定哦，有可能它也是会整理了几天，可能还会有更低的低点，或者是整理了几天才会开始下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波段也是一样，就是当时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你去留意一下，一个大波段开始都是慢跌，这根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但是来到这种波段低点的位置，出了一根大跌的 K 线，最大的一根实体的 K 线，第2根就遇到一根实体相对比较小的 K 线，也是说明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遇到一个支撑。至于它会不会直接微转上去，还是说要整理到位了再上去，这一次我的观点也不排除有可能会整理个一段时间，到时候看会不会上去啊。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啊，
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一般最强势的像这种大崩盘，最强势的是它第二根马上遇到一根多方的抵抗，但是这一次是还没有看到多方的抵抗，只是看到它柱状，比如说大长 K 以后就是一直在缩小。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在 69K 的高位，当时跌到这一个 33K 附近，这边也是有一个形态我们可以看一下波段里面下跌最大的一根大跌的 K 线，后面 K 线实体开始缩小，不过它这两根是一根多方的抵抗后面也是会有一个反弹的高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比如说疫情爆发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低点的位置也是一样，开始慢慢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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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么大的一根 K 线的暴跌，但是后面最终方向也是涨的。所以像这种大跌的 K 线，有可能说明就是在下跌的末端量能爆出来，有可能就是一些恐慌的筹码被杀了出去了。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9年当时底部的一个位置也是有看到，它这个位置就是一根长 K 线，然后后面 K 线是不断的在缩小，后面也是整理了一个，马上有一个转折，但是后面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所以目前的位置，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是稳住了，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目前的价格，它是守在这一个250天的均线，在整个黄种人的交易世界里面，这一条均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线的支撑。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2周的 K 线图，这一个随机 RSI 指标买点的线索我们要怎么找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底部脱离的时候，这边是脱离这个 RSI 20下方，而且是在金叉的结构，像这种买点就是买点那现在是在死叉的结构，我们可以去找历史上比特币，比如说第一波牛市起来之后，它如果有死叉或者是破80的位置，下一步的买点一般会有哪一些现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在2019年，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它当时从13000的高位跌下来到这个位置，指标是一路破80，一路往下，直接来到20下方，后面有金叉的点位，像这个点位，你右侧的朋友反应慢的话，一定要在这种金叉的位置去找买点，或者是当时疫情爆发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它后面再金叉上去也是非常重要的右侧追价的买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波初步牛市上来以后，这边横盘了有一段时间，后面不是有一个大跌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低点位置，当时的 RSI 指标其实在50附近但是它后面价格有再跌下去吗？没有它是在这边横盘，价格也没有再破这个低点，但是 RSI 指标在横盘的结构下是一路往下，一路往下，一直到20附近，真正右侧你在做追价买点的位置就去留意，像这个位置，只要 RSI 指标再走成一个金叉的结构，就是100倍，非常爽的一个位置当然你防守也要设好，因为我知道开100倍防守是非常非常的难设，所以现在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到底这个位置稳住了没有？如果是确定就是一个头肩底的颈线支撑，我是相信支撑是非常非常的强，只要能稳住，它在这边位置震荡，也不排除这个 RSI 指标它会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你如果不敢买，那就等下一次金叉的位置就是你追价的点位。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